女大學生無證開車撞殘了行人，而事後卻說家裡條件不好，自己還在上學，根本沒錢賠償。之後更是選擇了直接擺爛。更過分的是，肇事車輛還是他拜托母親向鄰居借的。撞人之後害怕擔責，竟讓同行的男生頂包。結果交警表示，駕駛員不僅要承擔全責，車輛居然還沒有年檢和保險。聽到這裡，男生也不蠢，權衡了一下利弊，直接不幹了，向警方坦白了事情真相。沒想到露餡之後，女生最後把責任甩給了鄰居，聲稱自己並不是車主，出了事應該找車主承擔。但是交警同志並沒有听信他的胡搅蠻纏，直接給他定了個全責，外加行政拘留7日，並且罰款1000。而路人這邊左膝關節功能喪失，屬於實際傷殘，看病治療已經花了10多萬的醫藥費。但是女生不僅不給賠償，還說對方出院之後又反覆進出多家醫院，純屬是過度治療。這波簡直是殺人誅心了。無奈之下，傷者只能把女生和車主一起告上了法庭，索賠21萬。最終，法官認定女生無證駕駛屬於重大過錯，車主盲目外借車輛且沒有對車輛進行年檢，也應承擔連帶責任。而傷者並不存在所謂的過度治療，因此判定女生賠償原告12萬，車主賠償6萬塊。嚣張男子霸占他人的私家車位，大爺好心通知挪車，卻遭到對方的責罵，結果車子卻被劃得傷痕累累，氣得男子直跺腳，心想肯定是大爺的打擊報復，一怒之下就找到了記者曝光，還說不賠個2000塊的話，就讓大爺吃不了兜着走。男子聲稱自己詢問了周圍的商鋪老板，對方說這裡是公共車位，自己才停的。沒想到記者的採訪結果卻截然相反，附近的老板都說這裡的車位是私人的，大夥每年都是交了錢的，而且大爺通知他挪車之後，男子說還有10多分鐘才下樓，結果大爺等了1個小時，男子都沒有過去，於是只能把車停在了別的車位上，然後又繞着男子的車欣賞了一圈，結果男子回來之後就發現了大量的劃痕，之後就把大爺起訴到了法院。为了這麼點小事挪車問題，你把我這個車劃傷，你至於嗎？我說行，我說那我們就走那個法律程序吧。但是大爺拒不承認，而且根據這個監控視頻，法官也無法判斷是不是大爺所為，最終不僅駁回了男子訴訟，還收了他25塊錢的訴訟費。合肥一名黑衣男子為了尋求刺激，居然把石頭枕木扔在了鐵軌上，結果導致火車撞上異物，臨時停車。幾天之後，蹲守在附近的民警抓捕到了再次作案的男子。經過審訊，33歲的蔣某沒有正當職業，每天喝了酒之後就會來到鐵路旁邊找樂子。你的目的性是幹什麼？就是酒喝多了。酒喝多了。好啊。之後膽子越來越大，投放的石頭也越來越大。結果這次逼停的列車，法庭上男子律師表示，雖然當事人投放了石頭，但是不足以導致火車傾覆，高速行駛的火車是完全可以衝開的。沒想到法官直接叫來的工程師，經過計算，列車確實是有脫軌的可能性的。我覺得出這個結論是正確的，是完全可以造成運行在鐵鋼軌上的車輛脫軌，造成顛覆。聽到這裡，蔣某流下了懺悔的眼淚，聲稱自己並非是蓄意破壞，只是酒後無意識犯了錯，再加上沒有導致嚴重後果，希望法院可以從輕處罰，並提交了悔罪書。最終法院也認可了蔣某的認罪態度，只判了他4年的有期徒刑。六旬老漢行走途中被掉落的招牌不幸砸中，當場死亡。然而涉事的3家店鋪卻開始互相甩鍋，家屬一氣之下把3家店鋪的經營者以及房東共計12人一起告上了法庭，索賠78萬。經過調查，3家店鋪分別是銀店、鞋店以及小吃店。砸在老人身上的招牌是中間的鞋店的，非常厚重，而且是鋼架結構，而另外2家招牌都是輕薄的木板。事發後，鞋店老板出了5萬的喪葬費，但在後續的賠償中，他覺得另外2家店鋪也有責任，而且也有可能是對方的招牌先掉落，才把他的招牌拉下來的。但是呢，对方又表示自己家的招牌就算掉了又怎樣？人是你鞋店砸的，關我們什麼事？最終，法官調取了事故周邊的監控錄像，確定是中間的鞋店招牌最先掉落的。而在銀店的監控中也可以看出，鞋店的招牌掉落後才拉扯，帶動了旁邊的銀店招牌。因此，法官判定老人的死亡是鞋店一家的招牌導致的。左右的2家無責，除了之前的5萬塊，鞋店老板還需要額外賠償71萬。男子酒駕撞死了行人，而坐在副駕上的朋友卻被告上了法庭，並且還要面臨上百萬的賠償。這又是什麼奇葩案件？人家坐在副駕駛又沒有開車，憑什麼讓人家賠錢？然而男子卻直言，副駕上的並不是他的朋友，而是他臨時找來的代駕。面對這樣錯綜複雜的關係，法院的判決結果讓人意想不到。起因是肇事車輛在晚上8點的時候撞倒了一輛電動車，導致騎車的女子當場死亡。交警到場後發現是朋友坐在了駕駛座，聲稱是副駕的車主喝多了，讓他幫忙開個車。隨後民警便講述了事故的嚴重性，朋友一聽馬上就改了口，說是車主開的車，然後讓自己頂包的。接着車主就被拉去抽了血，結果顯示他體內的酒精含量高達180毫克每100毫升。再結合周邊的監控，民警確認開車的就是車主，並做出了責任認定，車主因酒後駕駛導致被害人死亡，承擔事故的主要責任。隨後被法院判處了1年3個月的有期徒刑。
而被害人違法駛入機動車道，自行承擔次要責任，之後就是賠償的問題。朋友表示，他並沒有收取車主的代駕費用，單純是朋友間的友好互助，而車主直接叫來了代駕的中介，以此來證明对方私人代駕的身份。事發前，車主因為喝了酒，便叫了私人代駕，之後又覺得對方車技不好，於是便換回來自己開車，隨後才發生了事故。最終法官表示，不管對方是不是代駕，在他明知車主醉酒的情況下，還把車輛交還給對方駕駛，沒有進行勸告和阻止，是存在一定的過錯的，因此需要承擔連帶責任，賠償15萬。除此之外，保險公司賠償11萬，車主賠償68萬。男子開車撞死行人後，竟然把行人埋進了糞坑裡，為了不留下痕跡，他甚至還賣掉了車輛，把黑鍋甩給其他人。面對警方的詢問，他還沾沾自喜，一口否定自己撞人的事實，還認為警方只要找不到屍體就拿他沒辙。然而村民無意間說出了一句話，卻打破了案件的僵局。起因是老人的兒子報警說老父親昨晚沒有回家，隨後民警便在一處小賣部的監控中發現了老人的身影。當時一輛汽車的燈光經過，老人就消失在了画面中，由此可以初步判定這是一起肇事逃逸。没多久，警方在数公里外的監控上再次找到了破損的肇事車輛。經過調查，這輛車是原車主前段時間才賣給男子的，如今這輛車的持有者是另一個汽修廠的老闆。老闆表示，前幾天一個男子說撞到了路燈，然後以極低的價格把車賣給了這家汽修廠。經過2天的摸查，逃往鄭州的男子被警方抓獲，但他並不承認自己肇事逃逸，只說當時天黑視線不好，並不知道撞到了什麼東西。沒辦法，民警只能來到了男子的村裡調查，結果村幹部就在旁邊發牢騷，說最近村裡在搞美麗鄉村，到處都掃得很乾淨，唯獨他家附近多了一大片玉米葉和農家肥。果不其然，就在這堆大糞中，民警找到了失蹤已久的老頭屍體，並在男子家門口發現了大量拖拽的血跡。接下來我們再一起看看近期發生的奇葩交通事故合集。哇！停！我操！几帮的谁？几帮谁？我操！哎呦我操的！哎我操！我一会儿咋拐呀？哎我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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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刹车点真背呀！我操，他捂着点背呀！哎呀我操！我操，差点撞到老头了，我操！哎呀！我操！掉了！知道破掉了吗？掉了！他不知道，他知道。操，还往下掉了。啊，这老头子。骂他，打他骂他，骂。硬吧？啊？跟我说话吗？我靠，你说啥？还说啥呢？是不是还没让我碰见？我操！这不让停车！不让停车这儿！